男人因为熬夜奖励自己沉睡了5000年，醒来却发现自己成为世上最后一位修仙者，而如今修仙界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魔法世界。原来在5000年前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旷世大战，一场魔界与修仙者的仙魔大战。那一战过后，修仙界的宗门尽毁，所有的修仙者都被屠杀殆尽。因为魔界气息的影响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曾经威震八方的各大宗门都已经变成了废墟，取而代之的则是许多异族崛起，蛇人、精灵、魅魔、魔法师、骑士。而我身为世界上最后一名修仙者，迫不得已背负起复兴宗门的重任，但复兴宗门没钱可不行。于是这天我哼着歌正在迷途森林寻找魔兽，突然碰到3个奇装异服的人，为首的丰满妹子是圣世自级教团地级魔法师凯瑟琳。眼前人看我没带装备，询问平民怎么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我指着委托令说是来清剿魔兽的，而2人还以为我是来捡漏的，说着就要用仪器测我的念力。紧接着仪器声传来，显示为0。其中1人看到后直接捧腹大笑，普通人都有5而我只有0。而我疑惑的问念力是什么，我没有念力一样杀了好多魔兽，但2人非但不信，反而笑得更欢了，说我牛皮吹上天了。此时旁边大妹子甜美的声音响起解释说，念力是一种对抗魔兽的特殊能力，凡是驱动念力的人都可以释放强大能量，而为了分别念力强弱，人类也被分为1至 S6 个等级。此时另外2人一边吹捧凯瑟琳，一边劝我赶紧回去，而我偏不，哼着歌就径直往前走去。小伙气愤的还想再劝，却被凯瑟琳制止，他执意想去我们就带着他吧，这里都是一阶魔兽，我们带个普通人也没问题，到时候打砸他或许能帮上忙。3人正在努力击杀哥布林，凯瑟琳释放家族秘传魔法逆流大瀑布，将哥布林全都卷上天，没一会哥布林尸体就随处可见。此时另外2人也是将凯瑟琳的马屁拍得飞起，而我大无语，拍马屁能不能远点，我都闻到味儿了。紧接着我出口提醒，那都是一阶魔兽，别得意太早了，前面还有呢。很快就来到了森林深处的遗迹里，破碎的建筑和阴风呼啸，无不透露着诡异。我小心翼翼地前进着，可2个小伙却当这是旅游很放松。树枝上的乌鸦不停地叫唤，仿佛恶魔的低语，石缝里的老鼠也忍不住凑个热闹。突然一只长满獠牙的怪物口吐白雾，凯瑟琳正在寻找怪物的身影，突然眼前的一幕让她不禁冷汗直流。只见一只庞大的哥布林酋长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我闻声赶来，看着眼前的怪物，所有人都被眼前景象惊呆了。此时一个小伙径直走向前去，凯瑟琳连忙提醒，可前者完全不理会，说是觉得眼熟，一定在哪见过。紧接着对着哥布林的腿一阵乱戳，但哥布林却是纹丝不动，于是惊喜地向凯瑟琳报告说好像只是尸体。此时哥布林突然眼冒金光，我连忙提醒不要作死啊，可为时已晚。不等小伙反应过来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自己的胳膊瞬间被砍断，变得血肉模糊。紧接着哥布林酋长扛着大砍刀缓缓站起身来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，2名小伙竟直接被吓得口吐白沫，晕倒过去。凯瑟琳连忙向前查看，还不忘回头吩咐我别轻举妄动，会保护我的。凯瑟琳看着眼前数米高的大家伙，准备用最强一击迎战，紧接着呼唤出水之精灵以对抗邪恶的魔兽。同样庞大的巨齿沙眨眼间就到了哥布林眼前，可后者只是随手一甩就将魔法打碎。凯瑟琳面露惊恐，自己最强奥义竟没有半分效果。不等他思考，哥布林挥着巨大拳头就向凯瑟琳砸来，后者连忙使用水之壁障阻挡，可水球瞬间被打得4分5裂。此时凯瑟琳身受重创，再没一战之力，只能瘫软地坐在地上，满脸不可置信，这地方居然有这种怪物。可哥布林完全不给喘息机会，提着大砍刀马上就要落下，而凯瑟琳最后还想着可怜的我也要一起丧命。紧接着哥布林酋长的刀急速落下，凯瑟琳只能紧闭双眼等待死亡来临，可迟迟却不见血。凯瑟琳睁开带着泪光的眼睛，心想自己怎么没死，结果眼前的一幕深深刻印在自己心里。只见我只用2指就轻松接下数公斤重的剑，尽管哥布林酋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撼动分毫，重剑在我眼前10厘米却纹丝不动。凯瑟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时间呆住了。此时我突然出言提醒道，喂，你还能动吗？凯瑟琳这才反应过来，麻烦你退远一点，我出手的话恐怕会波及到你。紧接着凯瑟琳二话不说退得远远的，然后才抬头看着大家伙问道，你试过被雷劈的滋味吗？还不等哥布林酋长反应，我指尖出现丝丝雷电，哥布林此时被吓得瑟瑟发抖。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紧接着汇聚成一团。我轻声一喝，天雷翼。汇聚于中心的雷电突然以光柱的形式光速下坠，哥布林酋长瞬间被电得哀嚎连连。凯瑟琳吃惊地看着我，以为我是深藏不露的雷系魔法师。没过一会，我提醒他完事了，出来吧。凯瑟琳看着死翘翘的哥布林酋长，还没回过神来，不敢相信一招就秒杀了3阶魔兽。很快就天亮了，那2个小伙也已经醒了，看着眼前死亡的哥布林酋长，还在怀疑我。此时凯瑟琳出言不容置疑道，若不是他及时出手，我们都会死。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虽然不知道他正在干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。2个小伙此时过来赔罪，对不起，我俩昨晚说话声音有点大，还请恩人不要见怪。紧接着问魔兽材料如何分配，而我闻言结束打坐，我全都要。2个小伙立即开始邀功，说自己也出力了，而我扔给他们2个脚趾甲盖，但他们还不依不饶想加钱，而我以给他们治疗为原因直接拒绝了。再废话，把你们也卖了。经过了漫长的打坐修行，我将昨晚的战利品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就准备启程。凯瑟琳有点不舍说，你这就要走了吗？而我却着急去村里领钱。凯瑟琳看着我的背影久久无言，
言。此时一个小伙抱怨我抠门，但另一个人示意小点声，低声对同伴说那哥布林的尸体也能换钱。昨晚就觉得眼熟，那是猎魔人协会悬赏名单上的哥布林酋长。此时他们并不知道的是，修仙者都是耳听八方，听到说尸体可以换一大笔赏金，我顿时停住了脚步。你们刚刚说啥来着？那东西能换钱？此时在费罗城内，猎魔人协会办事处，我正和商人交易着灵珠，一共变现1300灵珠。我看着满满当当的灵珠，心情大好。灵珠和以前用的灵石一模一样，虽然都是低阶，但数量多也能对我修炼有所帮助。突然我看到一旁面如死灰的俩人，于是扔给他们30灵珠回家养伤，紧接着就要告辞。但此时凯瑟琳突然叫住我，我闻言回头看去，凯瑟琳紧张地询问我的名字，我叫钟天顺。夜晚我在费罗城一间旅馆内，正惬意地泡着温泉。我看着哥布林酋长脖子上的玉佩，有点惊讶，被我天雷劈中，居然毫发无伤，还散发着淡淡的修仙界灵力，准备先留着，估计是个值钱货。紧接着我就沉沉睡去。就在此时，脖子上的玉佩突然泛起耀眼的光芒，然后越来越亮。突然池子里冒出一对毛茸茸的耳朵，身后长着一只湿漉漉的尾巴，此妖正是被封印的九尾狐妖白琴。整整5000年，终于又重见天日了。紧接着看向我，疑惑道：“将我唤醒的就是他吗？”看着我身上散发出充盈的灵力，不由得舔起嘴唇，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奇遇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客气了。紧接着就碰到了我的嘴唇，心想这触感好奇妙，温温软软的很润，源源不断的灵力通过彼此的双唇进入我的体内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突然我睁开眼睛询问：“你谁啊？”白琴红着脸连忙后退，害羞地说：“是你将人家唤醒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我问他：“难道你是那个雕狐玉佩？”但白琴此时看着我，脸更红了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刚刚只想着补充灵力，竟没想到此人居然如此英俊，而且身材这么诱人，要不先试试他好了。紧接着呼出一阵粉色的烟雾，我眉头轻蹙：“你这小狐狸又想玩什么花样啊？”可接下来眼前的一幕让我一惊，只见2位身材丰满、面容可爱的女子向我过来。官人怎么独自一人在此沐浴呢？是觉得空虚寂寞冷吗？不如让我俩服侍官人沐浴吧，陪官人解解闷儿，一定会让官人心满意足的。紧接着抱住我的手臂夸赞道：“官人的肌肉真结实呀！”我心跳都加快了呢。官人不必紧张，不如让我用身体给官人搓个背，让您放松一下吧。身后的白琴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沉默。如果这人也抵挡不住我的魅惑之术，不知这世上还有人能帮助我吗？否则就要重新沉睡下去了。而我此时眼神淡漠地看着这一切，玩够了吗？白琴惊叹道：“他怎么没有被蛊惑？”白琴直勾勾地看着我，脸颊微红。这股耀眼而炽热的光芒是什么？我也是感觉自己有点无拘无束的感觉。哦，是我没穿裤子，那没事了。而前者早已鼻血如喷泉了。我穿戴整齐后问道：“你应该是某种器灵吧？最擅长蛊惑人心。”而白琴解释说：“我乃上古灵宝玄天狐佩，经过1000年终于修得人形，可因为魔兽气息影响，不得不陷入长眠。本以为再无苏醒可能，可没想到竟遇到了你，是你体内的灵气将我唤醒。至于刚刚的魅惑之术，是我不得已的试探而已。你是修仙者吧？”我微微一笑，不容置疑。可据我所知，这世上应该没有修仙者了呀。5000年前的那场旷世大战，修仙者早已被魔兽屠杀殆尽，而我在这沉睡的5000年中，再也没感应到修仙者的存在。你为什么时隔1000年出现呢？我捂着脑袋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从前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。白琴安慰道：“可能是失忆了，但不必难过，失去的记忆一定会找回来的。”紧接着我问他，刚刚用法术勾引我，是在测试我灵力强弱吗？身为器灵的你，若是没有修仙主人的灵力辅助，便无法自行突破境界吧？白琴有点沮丧的点头，不止无法突破，在这个充满魔气的世界，若是没有灵力的滋养，不久我就会陨落。但我感知到你有很强大的灵力啊，能让我跟随你吗？我刚想拒绝就被打断，他仿佛在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说自己拥有很强的感知能力，能在魔气环绕的世界中感知到上古法器的存在。听到此话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白琴问：“你不需要考虑吗？我要每天吸食你的灵力才能修炼啊，你不需要再提点要求吗？比如用身体交换灵力之类的。”而我无情打断：“完全没必要，你这点灵力对我来说9牛1毛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能帮我找到上古法器吗？”第二天一早，白琴追问我的名字，有点疑惑，好耳熟，似乎在哪听过。此时突然一惊，看着前方吵闹的人群说：“就在前面。”感知到有强大的法器，那正好，我们看看去。此时费罗城的某广场已经人山人海，似乎在举办什么庆典。我俩挤进人群，来到广场前。广场中央正插着一把袖剑，周围有侍卫看管。小狐狸说的就是那把剑吗？此时周围的人正议论纷纷，不知今年4大家族会是哪个年轻人通过试炼。这时一位老头言语中透露着嘲讽：“通过又怎么样？我活到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见过有人能拔出此剑。”白琴疑惑道：“大叔，这剑有这么玄乎吗？”而老头一看他是外地人，于是出言解释：“这把剑是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圣剑，距今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传说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拔出这把剑，但是千百年来，无数人用尽了所有办法都无法拔出圣剑。”白琴此时见我发呆，询问我怎么了，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把剑，脑中浮现出回忆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5000年前，一位道长捧着剑匣，此剑乃是我铸剑骨的镇骨之宝，吹毛断发，锋利无比，乃是剑中至尊。而此剑更是能幻化出青龙剑魂护主，普天之下除了您，无人配置此剑。我回忆完之后说这是我的剑，没想到仙魔大战之后，他竟流落到了这里，而且我还想起他的名字。此剑唤作游龙。紧接着径直向前走去，但没想到门口的护卫将我拦住，说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还不等我开口，白琴询问：“你们不是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拔出此剑吗？”他就是那个人。
护卫听闻此话，顿时笑得前俯后仰，言语中毫不掩饰的嘲讽，紧接着询问阁下是哪个家族的人。而我淡淡一笑，我不是4大家族的人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护卫听到此话，不约而同的拔剑准备插我出去。此时一位熟悉又甜美的声音响起，你们住手，他可是我史蒂夫家族的贵客，谁敢对他无礼？来人正是大妹子凯瑟琳。护卫见到此人，吓得腿都软了，连忙请求原谅。而大妹子凯瑟琳却是直接无视众人，问我：中天顺，你是想去拔圣剑吗？紧接着我指着护卫，满脸愁容：是啊，可这家伙不让。但凯瑟琳却说，按照规定，只有通过勇者试炼的人才有资格去拔圣剑，这是千百年来的规矩，真的很抱歉。正当我愤愤不平说那本来就是我的，白琴突然低声说，其实也不用急于一时，那把剑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，反倒是这个试炼有点意思，说不定我们还能见到别的宝贝呢。而凯瑟琳这时也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忙写推荐信。我思索片刻，问推荐信要钱吗？后者说不需要，然后我指着白琴，那给他也写一张吧，他跟我一起的。凯瑟琳也是痛快答应下来，紧接着又满脸愁容，心想这个女孩子长得如此漂亮可爱，而且还穿着与中天顺风格差不多的服饰，他们该不会是那种关系吧？数天后，费罗城外的幽灵谷，谷内到处都散发着浓烈的魔兽气息，这就是勇者试炼的场地吗？有点意思。男人5000年不近女色，如今身边不缺美女，但毫无兴趣，反而对女鬼情有独钟，不仅扒她们衣服，还逼迫她们做各种怪异的姿势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勇者试炼正式开始，费罗城外幽灵谷已经人山人海。此时一位成熟的女性声音响起，看来参加试炼的选手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宣布规则吧。我是圣十字教团终极牧师梅尔，念力等级 B， 本次试炼需要选手深入幽灵谷，取回由教团提前放置的3块魔核，魔核乃是魔兽至宝，价值极高。圣十字教团将这3颗魔核放在了3间魔兽身上，明天中午12点前拿到魔核并返回这里的人即通过试炼。众人听到此话，惊讶于危险的同时，又觉得此次试炼条件很苛刻。此时一位言语轻蔑的声音响起，这种程度对奥纳西斯家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而旁边的人直接打断道，你别太膨胀，这3年一次的试炼若是那么简单，你若是失败，可是要给你们家族抹黑了。这俩人都是 C 级念力试炼者，也是最有希望的天才。此时众人议论纷纷，但一大半都是偏向寸头骑士麦耶最有可能通过。骑士居高临下看着黑衣男卡尔，眼神同样轻蔑，听到了吧，你还差得远呢。卡尔气的脸部青筋暴起，心中有所计划，紧接着不再斗气，转身离去。经过我的时候，心想此人好重的杀气。记得凯瑟琳提到他说是心狠手辣、极度危险之人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很稳健。而此时卡尔也在同样打量着我，心想此人只是个零念力的废物，直接无视掉就可以了。这一次我要名震费罗城。没过多久，修女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试炼开始。众人不约而同的急速向前冲去，为首的正是2大家族的主力。此时卡尔突然一惊，看着眼前的4条岔路，冷静分析起来。左边这条路荆棘丛生，第2条路则隐隐有魔气溢出，可能有高阶魔兽，最后选择了最后一条隐隐有光透过的路。骑士麦耶选择第3条路，因为有微风吹来，说明此路是通的。也有人选择第1条路，虽然都是荆棘行走，十分艰难，但对魔兽来说一样难以行走。此时另一边，修女问凯瑟琳为何要举荐一个零念力的人参加试炼呢？自己表示很好奇，普通人进入试炼无异于去送死，你选他就不怕坏了你们家族的名声吗？而后者却不容置疑地说，自己这么做不是为了家族，只是想满足他的心愿而已，而且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一定会通过试炼的，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靠谱的人。修女听后久久无言。此时我也已经到岔路口，心想该如何决定，紧接着捡起一根路边的树枝，准备听从天意，树枝导向哪儿就走哪条路。身后的白琴隐隐有不好的预感，树枝落地，选择了所有人都畏惧的第2条路。白琴看着眼前阴森恐怖的路，有点害怕。刚进入山洞内，无数只乌鸦兽精到处乱窜，无不透露着阴森的气息。白琴此时抱着我的胳膊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说这里有股气息压得自己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。而我心想，你只是跟我贴得太紧了吧。突然此时山林深处发出非人的怪声，白琴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怪物，哽咽道，中天顺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只见一位绿色头发衣衫褴褛的女性竟漂浮在半空中，时不时发出怪异的声音。我看着眼前的女性有点沉默，紧接着径直走向前去。白琴说她肯定是拦路的女鬼，而我偏不信，怎么可能有女鬼？我看着窈窕的背影，这分明是迷路的少女。我拍了拍女子的肩膀，示意她转过来。女子停顿了2秒半，突然转过头来，并不是迷路的少女，就他妈是女鬼。我无语地看着奔现失败的网恋对象2秒半，一拳打到对方脸上，去死吧你！女鬼闻声倒地，死的不能再死。白琴不理解地问，我们为什么走这条最恐怖的路啊？全是女鬼。而我微微一笑，女鬼不是挺好的吗？来帮我把她净身。白琴表示大为震撼，很不理解。不过仔细看看，这女鬼的身材非常好啊，前凸后翘很完美。心想中天顺扒她的衣服，该不会是想趁热？刚过了2秒半，我就好了。白琴更震撼了，这么快吗？我拿着扒下来的衣服说料子不错，量大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白琴此时听得冷汗直冒，俩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啊。紧接着准备继续往前走，前面应该还有更多女鬼。没一会前方又听到怪异的叫声，发现目标是一名紫发女鬼，而我故技重施拍了一下肩膀，女鬼转过头来，只见我扮着一张比鬼还恐怖的脸。女鬼见此吓得双腿发软，浑身发抖。咱就是说作者指定有点副业吧。而我邪魅一笑，故技重施。这一晚成了幽灵谷的噩梦。中天顺与白琴所到之处，所有女鬼都片甲不留。此时在满是荆棘的山林里，
众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。这地方经常有人失踪，非常邪乎，但等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。他们如毛饮血，力大无穷，且只在晚上出没。众人闲聊之际，忽然一只满是伤痕的手从地底窜出，一只红着眼8块腹肌的鬼爬出地面，紧接着其他丧尸也蠢蠢欲动，没一会就成为了丧尸群。众人见此吓得瑟瑟发抖，非常绝望。这些应该是那些失踪的人吧？我们赢不了的数量实在太多了。只见首个丧尸突然扑过来，紧接着就只剩哀嚎的惨叫声。此时我正哼着歌悠闲的和白琴散着步，而白琴看着我，心想这人很抠门且做事很胡来，但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，即使在这么恐怖的树林里，自己也感觉不到害怕了。突然身前又出现一位女鬼，但此鬼与之前衣衫褴褛的女鬼不同，穿着一件正经女仆装，还能口吐人言，居然还有人能深入到幽灵谷的腹地，真是稀奇。前面那些爱哭的小鬼都在偷懒吗？不过看你们两个这么瘦弱的样子，似乎没办法填饱我的肚子呢。而我却是将包袱往旁边一扔，撸起袖子，能不能填饱肚子我不知道，但你的衣服肯定是保不住了。女鬼闻言愣在了原地，满脸疑惑。男人本是最强仙尊，却因沉睡5000年成为世上最后一名修仙者，本可以傲视群雄的他，可如今却身中剧毒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我和白琴碰到了口吐人言且穿着女仆装的女鬼。女鬼问衣服保不住了是什么意思，我无语的看着她，就是字面意思呗，这你都不懂吗？女鬼瞬间就怒了，你一个区人类，竟敢几次三番的消遣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此时女鬼身后出现巨大的魔法阵，紧接着成千上万的吸血蝙蝠窜出，撕碎他们吧！我猩红掠影，而我见此不屑一顾，掌中雷电滋滋作响，就这几只蝙蝠也想撕碎我，太瞧不起人了吧！还不等我出手，身后幽蓝虎火突然窜出，蓝色的火焰瞬间就将蝙蝠烧得一干二净。女鬼见此嗤之以鼻，区魔法师竟能烧掉我的猩红掠影，看来有点实力。而放火的正是刚刚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白琴，想不到沉睡这么多年，操纵虎火的手法还是有点生疏呀。我也是夸赞道，看不出来你还挺屌的吗？后者嘿嘿一笑，雕虫小技而已。我看他游刃有余，于是准备将女鬼衣服让他扒。白琴连忙推辞。女鬼听着俩人轻佻的话，语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两个家伙脑子不正常吗？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可是这里最凶恶的魔兽之一啊！忽然我脚下一蹬，既然小狐狸不出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不等女鬼反应，衣服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了。女鬼俏脸微红，难道要对我？紧接着迅速拉开距离，捂着某处怒骂道：你这家伙是变态色魔吗？怎么连鬼也不放过呀？而我却义正言辞，别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的某处，只是你的衣服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，所以在动手打你之前，我得先把衣服夺过来才行。然后此时目光汇聚一点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紧接着数个残影向女鬼抓去，旁边的白琴见此惊叹连连，不愧是修炼2年半的手速啊，好霸道，眼睛都快跟不上了。女鬼此时已经双眼泛白，只能用仅存的意识让其住手。很快，完美的女仆装就漂浮在天空中，紧接着一颗翠绿色的宝石悬浮在空中，这应该就是通过试炼的魔盒了，正好一举两得。白琴此时建议，既然得到拔剑的资格了，那就原路返回吧。而我还没赚够钱，准备将幽灵谷的魔兽全都抹杀殆尽，一只都不放过。与此同时，在幽灵谷的另一边，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骑士麦耶正击杀完一只3阶魔兽，也是顺利拿到魔盒。此时身后一个声音响起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拿到了魔盒，麦耶，你运气不错呀。来人正是黑衣人卡尔。麦耶回头询问，你跟来干什么？想杀人夺宝吗？卡尔同样拿出手中的魔盒，却说夺宝没这个必要。麦耶看他不为夺宝，紧接着摆出战斗的架势，那就是为杀人而来了。卡尔此时也不装了，脸色阴沉下来，双方瞬间剑拔弩张。麦耶先手踏出，一跃跳向空中，手握长剑瞬间砍下，卡尔也是拿起匕首阻挡，双方武器相互碰撞，擦出火花。紧接着两人化身残影，速度之快已经用肉眼看不清了。此时两人都已经气喘吁吁，麦耶没想到卡尔变得更强了，但是凭他想杀自己简直愚蠢。卡尔阴森一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自己来的？突然后方一支箭矢飞速而来，精准无误射在麦耶脖颈，没想到居然染有剧毒，很快就体力不支跪在地上。此时另外一人声音响起，是一个小家族的地级射手。麦耶惊恐地看着来人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但此时一把匕首已经架在自己脖子上。卡尔冷笑地看着死到临头的麦耶，在幽灵谷死，任何人外界都不会知道的。紧接着手起刀落，麦耶两眼一翻，脑袋掉在地上，而卡尔还恋恋不舍地向尸体泄愤，现在嚣张不起来了吧你个蠢货！小狗腿支支吾吾还想邀功，想要卡尔之前说好的一枚魔盒，但没想到也领了盒饭。此时突然森林中传来强大的魔兽气息，卡尔瞬间被压倒在地，仅仅只是气息就让他浑身发抖，气喘连连。此时幽灵谷外，修女两人也是感受到森林中强大的魔兽气息，这强大的气息令他不安，可能会是4阶以上的魔兽，除非有3个 B 级念力者才行，现在不得不终止试炼。凯瑟琳担忧地看向谷内，中天顺，你可千万平安无事啊！此时在幽灵谷内深处，一名形似蝙蝠的4阶魔兽石像鬼正站在柱子上。白青此时提议趁他还没发现我们绕路走吧，但我怎会离开？出来混要讲信用。说了杀完谷内魔兽的，眼前魔兽此时开口，见到我还不跑的蠢货，人类不多见了，是因为念力太低感受不到我的恐怖吗？而我嘿嘿一笑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此时我的眼里只有魔兽头顶闪闪发光的绿宝石，哪有人会见到钱跑的？魔兽听不懂话中的意思，什么钱？还不等他反应，我纵身一跃来到魔兽面前，一拳给他干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魔兽瞬间被打出100米外，心想怎么回事？
这个人明明没有念力，突然恍然大悟，他一定是自知天赋不高，所以用撸铁来将肉体开发到极致。此时我当然不清楚魔兽的心理活动，居然挨了我一拳还没死，你挺抗揍吗？魔兽此时也怒了，说已经看穿我的底细，紧接着将自己由坚硬的花岗岩包裹形成绝对防御，再霸道的拳头打在身上也得手骨碎裂，可下一秒脸部结结实实挨了我一拳，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御瞬间瓦解，身体再次如炸弹般飞出，心想这小玩意脑袋还挺硬，打的手有点麻。突然魔兽的气息急速攀升，白琴有点担心，此时四周的魔气都在向中心汇聚，而我毫不在意魔气，反而担心会把包裹弄坏。待烟雾散去，魔兽身影缓缓浮现，体型比刚才大了数倍，周身浓烈的魔气缭绕，头顶的水晶暗淡下来，将力量分配至全身，紧接着将法杖砸向地面，以魔兽为中心，魔气更加浓烈，暗黑侵袭向四周扩散，眨眼间已经将我俩包裹。只见我身上已经满是斑点，没想到这石头怪的黑气有毒，魔兽的魔气不仅有震慑和驱赶别人的效果，还能让别人中毒。与此同时，幽灵谷入口处，所有参加试炼的选手都因为4阶魔兽的闯入而被紧急召回。经过统计人数，发现基本都回来了，可凯瑟琳却迟迟不见两人的身影，很是担心。中天顺与白琴，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啊！凡人是5000年后的唯一仙尊，可如今连凡人都能解的毒素，他却没法解开，只能靠小狐妖帮忙吸出毒素，还一脸享受。原来就在刚刚，石像鬼的魔气已经散布到整个谷中了，很快谷内的一切将会被魔气中的毒素侵染。我转头问小狐狸：“你害怕吗？”白琴说：“刚开始有点害怕，现在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。”我微微一笑，紧接着用护体金珠将白琴保护起来，可以生成保护罩隔绝毒气，保你平安。白琴俏脸写满了担忧：“护身法宝给了我，你怎么办啊？”而我却是不容置疑道：“你不是答应帮我保护好包裹吗？要是被毒素污染就没法卖钱了。”白琴有点无语：“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”我一边抵抗着毒素，一边想，只要一招干死他，就可以立刻施展清心咒解毒。石像鬼看着自身难保的我，出言嘲讽：“强弩之末罢了，你以为你能扛着剧毒跟我打吗？”而我毫不理会，只是自顾自地划起咒语，精精灵灵，头接冰甲，左右南斗，右居七星。石像鬼看着手舞足蹈的我，以为中毒太深疯掉了，而白琴惊讶地看着我，这好像是上古时期玄天宗的镇山之宝五雷阵法。传闻得其法者，可以驱雷役电，岛屿七情，制虫降魔，攘黄荡辽，炼度幽魂。想不到他居然会如此厉害的功法。而我继续念念有词，周身灵气缓缓汇聚，逆无者死，顺我者生。9天玄雷，急急如律令；9天应元雷声，普化天尊。紧接着灵气汇聚为一个滋滋作响的雷电法器。五雷阵法，斩煞雷。石像鬼见此毫不掩饰的嘲讽：“没有念力还能使用魔法，真意外啊！不过那么小的法球够干什么呢？”紧接着想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法。三叉戟上方的法球汇聚的越来越大，变成一个黑暗大法球，然后将比我数倍大的法球扔向我，而我面容淡定，孤陋寡闻，我这可不是魔法，是仙术。紧接着将雷球扔去，与其碰撞，只一个照面，我的雷球瞬间穿过数倍大的法球，直逼石像鬼面门。石像鬼露出惊慌的表情，但无济于事，临死前却只想着自己主人的吩咐，绝对不能让别人来打扰他。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就被瞬间吞没，强大的冲击波如同核武一样直冲云霄。白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明明只是那么小一颗雷球，却有如此惊人的威力。五外的女修看着空中的冲击波瞪大了眼眸，心想自己是误判了。没想到这个魔兽居然这么强大，这个爆炸程度甚至比5阶魔兽水准还高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向圣十字教会请求支援，派 S 级以上的念力者前来，才有可能解决那只魔兽。这一晚，整个幽灵谷深处都被中天顺夷为了平地，石像鬼躺在中间，已经被烧焦了。我惋惜地看着魔兽，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品相太差影响价钱啊？不过还好，这块魔核完好无损。白琴此时着急地过来查看我的伤势，而我表示问题不大，只需要静下心打坐一会儿，分分钟就能将毒性排除。白琴扭捏地说用不着那么麻烦的，而我疑惑问难道你有办法？白琴没有说话，而是张着小嘴过来抱着我吻了上去。我顿时瞪大眼睛，小狐狸在帮我吸出体内毒素，足足吻了10分钟，毒素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散，而我也是一脸享受。没一会，白琴才松了口气，终于完事了。可我却很是郁闷，我自己能解毒的呀，你把我体内的毒吸走了，我可救不了你了。而白琴擦了擦嘴，放心吧，我死不了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器灵了，本就该帮你分担苦痛。虽然我中毒了，但只要有你的灵力滋养我，那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痊愈的。而我一时语塞，行吧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此时白琴突然问道：“中天顺，既然你是修仙者，那你听过玄天宗吗？”听到此话，我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。问这个干嘛？白琴没有回答，而是俏皮一笑。试炼的时间也要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此时在幽灵谷的另一边，所有人都在严阵以待，等待着那个令人胆寒的魔兽出现。修女站在门口不安地想着，幽灵谷距费罗城山高路远，圣十字教团的支援还需要点时间，在 S 级的念力者赶来之前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幽灵谷的出口，即使拼上性命也要阻止他出来为祸费罗城。此时在门口的烟雾中突然浮现出影子，修女立刻警觉，他来了，准备战斗。可待烟雾散去，只见我举着魔兽的尸体，有点疑惑，什么情况？你们都是来迎接我的吗？紧跟着的白琴背着一大包战利品，看来没有超时呢，应该顺利通过勇者试炼了。可门外的众人看着眼前的两人，却是如遭雷击，扛着的魔兽尸体的是那个零念力的普通人，是他打败的吗？修女满脸震惊，于是有了一个荒谬的猜测，从尸体的气息判断，确实是误入幽灵谷的4阶魔兽。可那个大爆炸是怎么回事？
明明是比四阶更强大的恐怖气息啊！难道那个气息就是他？眼前这人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念力，实际上他的实力早就已经深不可测了。旁边的凯瑟琳见到两人如释重负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而旁边的卡尔却是满脸阴沉，那可是连我这个最强新人都感到畏惧的恐怖魔兽啊！为什么会死在那种小杂碎的手上？卡尔气得青筋暴起，幽灵谷内肯定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，才导致了那个魔兽的死亡。可恶，那个杂碎一定是运气好捡漏罢了。此时我将魔兽尸体扔在地上，这儿有猎魔人协会的人吗？过来给我看看这玩意能卖多少钱。白琴也是将大包袱放在地上，还有这些幽灵谷所有魔兽身上的材料都在这儿了，一起估个价吧。修女一脸诧异，完全没想到我居然会在意这些小钱。我疑惑地问不可以吗？修女连连点头表示可以。可让她费解的是，都已经打败4阶魔兽了，竟然还有心思去搜刮那些小喽啰的材料，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中天顺与白琴离开后不久，幽灵谷深处又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身影，竟然把我的坐骑给杀了。难道我要自己走回去吗？费罗城的新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，真叫人恼火。突然在大坑中央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，紧接着使用念力将散发气息的碎石吸过来。魔女看着碎石中散发的气息，这股气息有种久违的感觉呢。思考片刻，突然一惊，是灵力，这是修仙者战斗的痕迹。男人为了圣剑不惜沉睡5000年，如今虽然通过试炼拿到圣剑，可却只想与他同归于尽，只因圣剑不小心吞了男人一套房子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勇者试炼的风波结束以后，我和白琴变卖了4阶魔兽的尸体以及魔兽材料，此时广场已经人山人海。修女在总结试炼进度，这次勇者试炼虽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，但终究是有惊无险的结束了。通过试炼的一共2人，奥纳西斯家的卡尔少爷拿到了2颗3阶魔核，史蒂夫家推荐的中天顺拿到了1颗3阶魔核，以及1颗误入试炼场的4阶魔兽魔核。卡尔听着总结，气愤地看着我，4阶魔兽根本就不在试炼的范畴之内，按照试炼的规则，我才是第1名，这杂碎竟敢抢我的风头。我察觉到不善的眼光有点不喜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挖耳屎吗？此时修女说，既然通过了试炼，你们就有资格拔剑，接下来就是圣剑仪式，你们谁先来呢？卡尔自告奋勇，我才是4大家族中最出色的后辈，如果说谁最有希望拔出圣剑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修女心想，这家伙迷之自信啊。紧接着卡尔用力攥住圣剑，出来吧，勇者之剑。但即使用出吃奶的力气也根本拔不出来，随即一屁股瘫软在地上。看来勇者之剑终究只是个传说罢了，如果我都不行的话，那其他人就更别想了。此时众人已经纷纷离开，果然跟历年一样没什么特别的。算了吧，卡尔少爷都失败了，已经没什么看头了。凯瑟琳和白琴看着离开的众人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通过勇者试炼的又不止卡尔一人，中天顺还没上呢，而我却是毫不在意，用不着管他们，我只是去拿回我自己的东西罢了。卡尔从始至终都是一脸不爽地看着我，那个杂碎是什么意思？好像圣剑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似的。修女看着中天顺，心想这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谜团啊？紧接着我站上石台，看着千年不朽的长剑，此时突然有声音传入我的脑海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心中一惊，他在跟我说话。那个声音继续自顾自地说着，已经不知多少年了，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，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吗？曾经我带着你一人一剑深入血色魔窟，狂砍了3天3夜。修仙界10年一度的御剑飞仙大赛中，是我使出一招惯性漂移过弯，助你反败为胜。我们并肩作战在天下宗杀的7进7出，最后一起在他们的后山瀑布。你打作我装叉，我可是你修仙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伙伴呀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突然有点嫌弃，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这把剑好像很兴奋的样子，是因为他这5000年过得太寂寞了吗？沉吟片刻，但还是下定决心，先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现在就接你回家。紧接着我攥住宝剑，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好似有什么在阻挡一般，形成一张保护罩。只听咔的一声，宝剑瞬间抽出。欢迎回来，游龙。在场的众人此时已经惊掉了下巴，圣剑被拔出来了，那可是数千年都无人能驾驭的勇者之剑啊，竟然被那小子拔出来了。众人此时已经沸腾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只见体长数十米、呈青蓝色的巨龙身影浮现在眼前。哟，终于从那个破石头里出来了。顺，你再见到我这副伟岸的身姿是什么感觉？我猜你一定会感动到痛哭流涕吧。听到此龙叫我小名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可游龙还是一副贱兮兮的模样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被我的容颜震慑到了吗？还是你沉浸在我刚才讲述的光辉岁月中无法自拔了？听到此话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转头怒吼道：那是因为你讲的那些东西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你这家伙从前就是这么自恋的吗？还有不准你再用那个称呼叫我。众人看着发怒的我，再次摘掉3观，圣剑变成了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神奇生物啊！还跟那个人在很熟络的聊天，还被那小子给一顿臭骂。游龙看着毫不知情的我，突然严肃：原来如此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呀。不过这样也挺好，毕竟经历了那样一场大战还能活下来，就已经是奇迹了。不过你都失忆了，却还是能找到我，这就说明即使是1000年的时光，也无法掩盖我的光芒啊！你就是这样被我吸引的吧？我恼火地说：你还是变回刚才的样子吧。是因为游龙剑形态比较帅吗？我突然后悔给他拔出来了。旁边的凯瑟琳也是很为我高兴，红着小脸向前跑去。虽然不知道圣剑为何会变化成那种模样，但他确确实实的拔出了圣剑，自己要做第一个祝贺他的人才行。紧接着羞涩地对我说：恭喜你，中天顺，我一直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，现在你就是费罗城当之无愧的勇者了。我回头看着来人，是凯瑟琳呀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写的推荐信呢。后者不好意思道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都是我应该为你做的。心中却是在想，好开心，我竟然被中天顺感谢了。
突然身边有一个身影窜出，白琴上来一把将我抱住，竟然真能操纵这种顶级的法器，你果然不是一般人呐！中天顺，选择跟着你果然是个正确的决定。而此时凯瑟琳已经石化在原地，我脸色发青，连忙制止，住手啊，小狐狸，我快要喘不过气了，你想憋死我吗？凯瑟琳看着亲密无比的两人，很是后悔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太过羞涩了吗？要是我能再主动一点的话，那中天顺抱着的人就是我了吧？此时修女迈着步子过来，几千年前的传说居然是真的，实在是太惊人了。圣剑竟然还可以变身，我作为圣剑仪式的主持人也已经好几年了，今天能见证圣剑找到主人也让我很感慨。中天顺，你手中的圣剑能借我仔细看看吗？我说当然没问题，但是别给我弄坏了，这把剑很贵的，你赔不起。白琴听这话有点无语，这把剑你根本就没有花钱吧？紧接着将剑递给女修，这剑有点重，你可要拿稳了。修女自信满满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结果下一秒，手中的宝剑突然直接掉在地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砸出一个剑形的深坑。看看，我就说了让你拿稳吧，我已经给你看了，你自己拿不起来，可就怪不了我了。修女也是叹气，看来圣剑已经认定你是他的主人，即使已经被拔出来了，别人也拿不动它。白琴在一旁心想，这把游龙剑乃是上古时期的高阶法宝，需要修仙者使用灵力才能够驾驭，你不是修仙者，当然拿不起来了。不只是游龙剑，那场仙魔大战以后，遗留下来的法宝应该还有很多，他们全都沉睡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，而这世上能够使用这些法宝的人，恐怕只剩下中天顺一人了。我看着有点弄脏的游龙对修女说，要不你赔我点清洁费了事吧，这样我就不追究了。修女很是诧异，清理费？你该不会是把剑借我的时候，就想好了用这个借口讹我的钱吧？此时突然有一位中年的声音打断我的话，听说我们凯瑟琳举剑的勇者拔出了圣剑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家中已经摆好了宴席，不知这位勇者可否赏脸一起吃个饭呢？我看着来人疑惑道，你谁啊？我干嘛要陪你吃饭？修女此时连忙低头解释，他就是四大家族中史蒂夫家族的族长，凯瑟琳的父亲。你拔出圣剑就已经为他们家族挣了天大的面子，他能亲自来邀请你，就是想表达谢意，你可不能这样无礼啊！听到谢意两个字，我瞬间两眼放光，听起来有搞头啊！吃了这顿饭好像能讹不少钱。此时我终于注意到一旁的凯瑟琳，凯瑟琳怎么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缩在角落，而前者却是很悲伤的想着，凯瑟琳，你的人生也太失败了吧！中天顺明明就在你眼前，你却把握不住，不然我来到他面前，你蹲在这里干嘛呢？你爸叫我跟你回家吃饭。凯瑟琳看着近在咫尺的人，小心脏跳个不停，好近，都能感受到他的鼻息了，心跳也开始加速了，要是被他听到了该怎么办呀？羞死人了！此时突然反应过来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要去我家吃饭？真的吗？我看着有点奇怪的凯瑟琳应了一声，而一旁的老父亲却是在想，真不愧是能拔出圣剑的勇者呀，行事作风果然与众不同。此时在史蒂夫府邸，白琴看着豪华的庄园惊叹连连，这就是你们家的房子啊，真气派。凯瑟琳也是很客气地说，如果你俩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就住在我家吧，当然吃住都是免费哦。前面的我搭着史蒂夫的肩膀毫不客气道，哥们儿，我看你好像不差钱的样子，我都代表你家拔出圣剑了，多少意思一点呗。史蒂夫也是老江湖，瞬间秒懂，勇者大人的灵珠不够了吗？我这就差管家给您拿，想要多少都可以，您是费罗城的勇者，给您点支持也是应该的。后方的白琴一整个大无语，居然直接开口要钱，一点都不委婉。饭桌上，史蒂夫看着双手抱胸的我有点疑惑，勇者大人是觉得饭菜不合胃口吗？而我却是摆了摆手，这晚宴你们吃就行，不用管我，我这个人只要兜里有钱就既不会饿也不会渴。我也不知为什么，但对面的白琴却是心中有了猜测，这就是所谓的辟谷吧。传闻达到一种极高境界的修士，可以不吃不喝，只靠灵力就能修行，原来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吗？只是失去了曾经的记忆，他自己还不清楚这一切的缘由。几分钟后，旁边的游龙突然窜出，我吃饱了，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游龙无辜道，闻着香味就来了呗，毕竟5000年没吃过饭了。史蒂夫看着眼前的景象十分震惊，这就是圣剑的化身吗？真是不同凡响，近距离看到果然震撼人心。此时凯瑟琳突然出声，对了，中天顺，你从幽灵谷带出来的魔盒没有卖掉吧？我拿出魔盒说没有，我看这东西挺稀有，就没有急着出手。这魔盒究竟有什么用啊？凯瑟琳害羞的转过头，但还是出言解释，魔盒是只有高阶魔兽身上才有的珍贵材料，魔盒数量稀少，但需求量却极大，它们最大的用途就是强化装备，在锻造防具与武器时，只要加入一颗魔盒，就能大大提升装备的质量。因为有魔盒的加入，这些装备在对抗魔兽时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。猎魔人协会一直都在大力收购魔盒，你手中的那颗4阶魔盒就已经足够在费罗城买一栋不错的房子了，太屌了！就这么一颗小石头就能买一栋房子，那我岂不是要发财了？此时一旁的游龙好像将什么咽了下去，还打了一声饱嗝。这就是魔盒呀，虽然口感有点硬，但味道还可以。顺顺，你还有别的魔盒吗？我还想吃。怎么了？顺顺，你的气场怎么突然变了？逆龙，你刚刚好像吃掉了我的房子。男人只不过随手拔出一把铜剑，东海龙王却甘愿当自己小弟。不仅如此，还有3位极品女仆贴脸相迎，更是有修女愿意为他破解。可还没等他细细品尝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而就在刚刚，我还在庆幸自己的魔盒可以兑换一套房子，可下一秒却被逆龙吃了。我生气的想将魔盒掏出来，这时史蒂夫连忙劝道：“勇者大人手下留情，圣剑要是被掏死了，我没法向外界交代啊。”
紧接着说要赔我一套房子，而我勉强答应下来。此时游龙突然一惊，刚刚吞的魔核好像在体内化作强大的力量，而我以为他在忽悠我。一旁的白琴解释说有可能的，他虽然化身成龙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武器。此时门口的管家打断了对话，三大家族为勇者送来贺礼，需要现在抬进来给勇者过目吗？我听到有贺礼顿时来了精神，赶紧抬进来。沃尔顿家族献上3万灵珠，以及黄金地段豪华别墅的房契。我看着满满当当的灵珠，口水流了一地，但是房契就用不着了，折现吧。杜邦家族献上圣骑士铠甲1套，我看着笨重的铠甲很是嫌弃，折现吧。奥纳西斯家族献上3位极品女仆，我问有多极品？还不等回话，门口进来3位身影。勇者大人，您拔出圣剑的英姿深深让我们折服，能否让我们永远服侍你？勇者大人吩咐我们都可以做。凯瑟琳看着放荡的一幕羞红了脸，他们看着就不像正经女仆啊。而我看着3个国色天香的妹子也是欲罢不能，转头朝管家说这几个妹子想用美人计诱惑我必不可能上当，折现吧。这番话听得3位女仆呆在原地，我们入行这么久头一次被人退伍，想不到勇者意志力这么坚定。此时开门声再次响起，女修代表圣十字教送来贺礼，是一枚骑士勋章。中天顺作为1000年来唯一一位拔出圣剑的勇者，用勋章来表彰你对费罗城的杰出贡献，折现吧。可修女却说不能折现，勋章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，还可以随意差遣教团地级以下的教员。听完之后我只能勉强收下。紧接着他又说有另外一件事，修女脸红的能挤出水来，我有一个无理的要求，就是能让我摸摸你吗？听完此话，旁边俩人都是满脸震惊。修女有7情6欲，不是会下地狱吗？我也很是疑惑，你是想占我便宜吗？而他却连忙摆手，只是因为自己修炼的魔法可以感受到各种力量，而你没有念力却能拔出圣剑，所以想切身感受你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。然后我也不好说什么。紧接着他将细手放在我胸口默默感受，我看着他半天没反应，有点不耐烦，再摸下去可收你钱了。可修女此时并没有感应到，反而想更进一步。突然修女吓得跪在地上，俏脸满是惊慌。她说感受到与圣剑相似的力量，是超脱念力之外的。此时城堡外突然发生地震，众人对此都不明所以，而我却隐隐有点高兴，来活了。此时费罗城内，一只通体漆黑的远古巨龙正狂暴的口吐烈焰，所到之处的所有人全都被大火吞噬。这时一位少女浑身颤抖的看着远古恶龙，已经绝望，那不是传说中的魔兽吗？为什么会来到人间啊？还不等她反应，熊熊烈火已经近在眼前。紧急关头，我瞬间来到少女身前，只是轻轻吹了口气，就化作一道屏障将火焰隔绝。此时除了修女满脸震惊，其他2人觉得都是基本操作习惯就好，反倒这恶龙是怎么回事？一旁的修女解释说是和圣剑属于同一时期，因为被圣剑能量吸引才数次攻击费罗城，恶龙所到之处皆被焚烧殆尽，费罗城被他变成人间炼狱。念力者对如此恐怖的恶龙无能为力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拔出圣剑的勇者。幸好随着时间推移，恶龙也变得虚弱，此后再也没出现过。可没想到传说竟然是真的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中天顺拔出圣剑一定能斩杀恶龙，而白琴却有点疑惑，这和圣剑有什么关系？此时我拦在衣衫褴褛的少女身前说道，妹子，等会儿把保护费结一下。可她却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。还不等我反驳，恶龙张着血盆大口再次向我飞来，而我只是轻轻将手抬起，给我握下。不知从何而来的压力瞬间将恶龙压跑。我看着这畜生好像情绪不太稳定，似乎是因为某种痛苦陷入疯狂的状态，而且只是远古魔兽，但体内好像有灵气波动。此时游龙提醒到是法器，这畜生在仙魔大战时吞下一件法器，结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因为感知到我身上有灵力，死乞白赖的想让我取出来，可我根本不想搭理他。这家伙几十年没出现，我以为早就死了，没想到苟活到现在。提到法器，我瞬间来了兴趣，紧接着一脚将恶龙踢在半空中。别以为你装死我就会放过你，我警告自己要控制一下力道，别把法器砍坏了，一成力足够了。然后轻松挥手斩出一刀，恶龙腹部瞬间鲜血淋漓，此时再也控制不住想要呕吐。紧接着一面镜子被吐出，我也是顺理成章拿到手。上古法器千秋镜在手里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居然是异空间，这下灵石有地方放了。一旁的游龙也是解释说，不仅能储物，还能在此修炼，被这镜子照射的地方都会被吸入到这里。此时恶龙突然开口，玄天宗宗主中天顺，我认了你，你这畜生恢复理智之后还认得我？恶龙此刻仿佛在看一个恐怖的存在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，但还是开口，曾经与我们魔神战至最后一刻的修仙者，我怎么会忘记？突然又意识到不对，你既是他，却又不完全是他。她是精灵国最后一位公主，可如今却是第一次与男人对视。可男人不知道的是，精灵族有个恐怖的族规，只要能与精灵对视3秒的男人，就必须被带到精灵村去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受伤的白琴需要我体内的灵气才可恢复伤势，可经过1晚上的补充，她却对我体内的灵气更加喜爱，无时无刻都贴在我身边。可就在此时，白琴突然感受到法宝的气息，而我连忙叫她带我过去。而在另一边，长腿妹子正在奋力奔跑，后面2个杀马特不知为何一直对自己穷追不舍，结果没想到公鸡头竟然口称自己是人贩子，只因听说精灵在黑市能卖出天价。精灵欧若拉闻言停下脚步，居然是想绑架自己，那就是敌人了。于是身上泛出金色灵气，下一秒身边出现无数美丽的蓝色蝴蝶。2个杀马特没想到看着柔弱的精灵，居然会放出这么多恶心的虫子。只听欧若拉轻声一唤，月神诅咒衰弱，下一秒身处壮年的2个小伙直接变成骨瘦如柴的老头，身体颤颤巍巍的好似风烛残年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想打精灵族的主意，你们还差得远呢。可此时一个嚣张的声音突然打断，2个杀马特队长脸上泛着冷笑，区区简易魔法罢了，
小妹妹，我有个好提议，乖乖带我们去精灵村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欧若拉精美的俏脸写着抗拒，简易魔法再次挥出，可杀马特队长却站在原地不动。红色魔法形成的龙卷风将蝴蝶无情吸收，下一秒指挥着魔法镜向欧若拉吹去，旋风如利刃般已近在眼前。欧若拉此时已不再淡定，难道必须要用那招才行吗？可突然眼前发生剧烈的爆炸，在欧若拉震惊的目光中，两个身影缓缓浮现。法宝就是在这里吗？我看着精灵妹子仿佛如获至宝，下一秒迫不及待来到身前。妹子，你这全身上下也没几块布，你把法器藏到哪了？欧若拉对这莫名其妙的话搞得一头雾水，可我却将眼睛向下一瞄，难道是藏在这里吗？可一边被遗忘的两个队长却气得青筋暴起，居然不给我杀马特家族面子。下一秒，旁边的少年举起自己80米大刀，想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豹纹女子也手持龙卷风，眼见就要直取人命，可我却一脸不耐烦。两名队长突然感觉到一种窒息的压迫感，下一秒，无数的巴掌被拍在脸上。没看到我和妹子在谈生意吗？怎么一点礼数都不懂？两人被拍的原地旋转2圈半。欧若拉被这一幕深深震撼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可白琴却是在一旁偷笑，还有个重要环节没完呢。只见我手持千秋镜散发阵阵灵气，豹纹防具和80米大刀全都被吸收得一干二净。结果欧若拉一阵娇羞，最重要的环节竟然是脱人家衣服。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吧？而我两眼放光的回头看向呆萌的精灵，欧若拉瞬间汗毛炸立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可是第一次离开村子，人家什么都不懂呀。结果我却一脸郁闷，我不是来收你衣服的，我可是正经人。这番话可让欧若拉很是疑惑，你不是劫色的吗？而我将事情的经过讲述片刻后，可欧若拉却声称自己身上并没有那种法器，但白琴却对自己的感觉不可置信，而我也觉得她身上应该还有能藏匿法器的地方。欧若拉细细思考一番后，只能想到精灵族只有一股神奇的泉水，那是精灵族的生命之泉，也正因为泉水的滋润才孕育出精灵一族，而且不仅能祛斑抗皱，让肌肤更美白，还能让人心若止水，胸似波涛。等到了合适的年纪，凡沐浴泉水之人都会受孕并诞下新的精灵，因此这泉水便成了我们精灵族的圣物。白琴心头一喜，这泉水一定与法器有关，而我却心想这泉水搞出来卖应该很值钱吧。可欧若拉俏脸却露出难过，自己外出也正因为生命之泉，早在几个月前被一群魔兽霸占了泉水。这群魔兽的招式十分下流，他们会使用奇怪的触手攻击，一旦被触手抓住就会浑身酸软无力再战，简直就是精灵族的克星。而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寻找铲除魔兽的救兵，你们两位实力深不可测，不知是否愿意救精灵族于水火？而我见此立马起身，救，必须得救！如此珍贵的生命之泉，岂能便宜了触手怪？片刻后来到森林深处，没想到精灵村的地方居然在阴森恐怖的地方。欧若拉解释这只是为了保护精灵族。突然一旁的白琴好奇地询问欧若拉，为什么一路都在偷瞄中天顺？原来精灵族从上到下都是女性，从没近距离接触过男人，一时好奇多看了几眼，若是就这样进村恐怕会引起轰动，是不是要乔装打扮一下才好？可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让我连连抗拒，我是来帮忙的，没必要搞得偷偷摸摸。既然精灵族喜欢看，那就给他们看个够呗。待进入精灵村后，我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，只见仙境般的景色浮现在眼眶，这景色说是宛如人间天堂也不为过。若余生能在此地度过，还找什么玄天宗法宝？明明是精灵族的美艳女王，可见到男人的第一面就已经沦陷。本以为这样可以骗取男人的信任，可女王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其实已经将他深深爱上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我们初次来到人间天堂的精灵村，眼前的精灵对陌生的面孔很是好奇。欧若拉一脸欣喜地介绍着我们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请回来的救兵哦。可精灵好奇地指向平平无奇的中天顺，怎么感觉有点发育不良呢？而我没好气地说，我是男人，当然平平无奇了。可精灵却羞红了脸，支支吾吾的，仿佛发现新大陆，男人原来长这个样子吗？下一秒响声传遍整个精灵村，欧若拉一阵头痛，就知道一定会引起骚乱的。众精灵蜂拥而至，听到有男人这个生物，全都好奇的不行，那可是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见的生物，欣喜的表情溢于言表。没一会眼前就站满了无数精灵，每一个都好似明星般的脸，一个个都脸红心跳，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。反观我却一脸羞红，一旁的白琴连连调侃，没想到你还挺受欢迎嘛。可就算身为直男的我，也见不得这大场面啊。游龙幻化真身也忍不住出来一睹风景，顺顺你真够意思，竟然带我来个这么好的地方。下一秒口水止不住往下流，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。精灵看着男人身上长出一个东西，还以为这是男人独有的能力。游龙此时再也按耐不住，各位妹妹是否想出去兜兜风？精灵们虽然好奇的不行，但还是对这个能说话的东西有点畏惧。可我却在一旁阴沉下脸，小狐狸，我要是把这条逆龙弄死，游龙剑会消失吗？可就在此时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，欧若拉见此连忙道歉，抱歉姐姐，没经过你同意就将男人带回。精灵女王乐福绝美的脸庞露出笑意，5000年来都没有男人踏足精灵的领地，想不到这祖上的禁忌居然今日被打破。可下一秒却擦了擦口水，不过既然是来帮助精灵族的，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欧若拉见姐姐没有反对，一脸兴奋，可我却觉得她不太正经，好像刚刚对着我擦口水。此时女王突然下令，欧若拉你带客人们去参观下村子，我要和这个男人商量一下生命之泉的事宜。而我乖巧地跟着女王进入主殿，可一旁的白琴却总觉得不对劲，那个精灵女王看起来很风骚的样子，
支开我们不会对中天顺图谋不轨吧？而在另一边，我不耐烦的想直接端了魔兽的老窝，可女王却叫我稍安勿躁，想对付那些魔兽还需在自己房间内从长计议才行。可下一秒，绝美的脸庞却露出向往的神色。你年纪轻轻就如此心急，想必我们一定能将魔兽铲除。可我却总觉得哪不对劲，口水不自觉往下咽。片刻之后，刚刚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王却将手杖随手一丢。刚刚外面人太多，现在终于可以谈正事了。而我不耐烦的催促，那就赶紧将夺泉水之事告诉我。可女王却说有更加重要的事情，下一秒竟将我的衣服牢牢拽住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刚才见你的时候就彻底被你迷住，小心脏一直跳动个不停，就好像我俩是命中注定一般。可我却一脸黑线。女王看着无动于衷的我，一脸疑惑。可突然我将外衣缓缓褪去，这对5000年来第一次见到男人的女王，毫无疑问是视觉冲击。本以为眼前的男人终于开窍，结果身体却停在半空，下一秒身体竟瞬移在一旁。我可是正经人，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耽误，告辞了。可临走之前却听到异样的声音，当我回头看去，女王却换了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，却没想到提出的要求竟是再打她一次，而我不禁无语。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，你才是真变态啊！原来精灵族明明长得美艳动人，却必须一辈子待在这个小村子里守着生命之泉，都是因为生命之泉的缘故，锁死了自己的一生。自己何尝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？可自己身为女王，又不得不肩负起守护族人的重任。这番话语，即使是我也不由得心生怜悯。既然你也觉得我可怜，那就快来打我吧！但却被我无情否定。可下一秒，狡猾的女王却拿出一颗价值不菲的黄玉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颗黄玉就是你的了。而我见此，口水止不住往下流。女王看着沦陷的男人，一脸妩媚，这下总可以动手了吧？而我顿时火力全开，钱到位，人干碎。下一秒，房间中传出无数清脆的响声，而在一旁的精灵妹子看着不断幻化的长剑，好奇的不行。而游龙却表演起杂技，只要是吃掉的魔核都能变成他们的样子。下一秒变换成为之前的女仆魔女，然后又变化为5阶魔兽奥比斯丁。白琴看着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游龙，一脸无语。小青龙这家伙真不要脸。反倒是中天顺，房间内不知为何传出充盈的灵气，而且房间内时常传来各种打斗的声音。难道是女王为了测试中天顺跟他动手了吗？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内，女王怎会是中天顺的对手？而且敢做中天顺的对手，精灵女王怕是已经追悔莫及了吧？她是精灵族的冷艳女王，却是1000年来第一次见到男人。本以为会将她赶尽杀绝，结果见到男人的第一面，口水竟不自觉往下流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杀马特家族的小弟正向团长告状，单薄的衣裳衬托着悲凉，那群人手段极其残忍，完全没把团长您放在眼里啊！可树上的杀马特团长却漫不经心，竟能被别人揍成这样，看看你们身上哪根狂野沾边。此时团内唯一的女子吉娜开口，这也不怪我们，实在是那家伙太卑鄙了，不仅打了我们耳光，还抢走了我们的装备，就连自己心爱的豹纹都被扒下，他若不死，我就真没脸见人了。团长一听，黑着脸立马起身，吉娜可是我们团的一枝花，如今竟便宜了别人。说到这里，吉娜越加委屈，那人现在还跟精灵族混在一起，现在估计已经被带到精灵村了。团长闻言，脸部血管竟直接爆裂，居然连精灵族也不放过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猎物啊！下一秒从树上猛然坠下，小的们，抄家伙，跟我去为民除害。而在另一边的精灵村内，欧若拉正神色慌张的快速奔跑，姐姐出事了，有大批入侵者闯进村子里来了。可当他打开门时，房间内正发生着不可描述的事。单纯的欧若拉见到这一幕，羞得面红耳赤，而我闻言向这边看来，额头露出丝丝汗水。识相的欧若拉连忙关门离去，可女王却急了，欧若拉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在测试这个男人的实力究竟如何，这是单纯的学术交流。而在精灵村外，杀马特家族杀气腾腾的前来报仇，团长千万叮嘱不能被精灵的美貌迷了心智。可下一秒见到精灵的美貌时，却瞬间呆滞在原地。反观精灵却对头上顶着奇怪东西的男人，生不起一点心动的感觉。若胆敢再向前一步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可一旁的团长却已经血溅3尺，看到精灵的颜值再也移不开目光，当即下令将这些精灵全都带回营地严刑拷问。可身后的吉娜却感到疑惑，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？团长不是来为我报仇的吗？可身后的小弟却也早已被迷了心智。而正在此时，精灵女王踩着高跟缓缓走来，就凭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也敢打精灵族的主意？下一秒，巨大的光球将其瞬间笼罩，很快杀马特家族的很多人便丧失意识，一群臭鱼烂虾自寻死路。反观杀马特团长，却还没有从女王绝美的容颜中缓过神来，但是女王却一脸厌恶，臭虫，若是现在回头的话，还能考虑留你们一命。结果女王的嘲讽传进团长的耳朵里，却是如此优美，这完全就是自己心目中精灵的完美模样啊，就跟自己珍藏的书籍一模一样。而女王看着缓缓走来的我，瞬间露出笑容，看到几个熟面孔啊，是来寻仇的吗？还是你们嫌弃给我的装备太少了，所以多叫点人来一起送吗？身后的吉娜看着扒了自己豹纹的男人，连忙告状。团长一听，脸色立马阴沉下来，你小子竟然抢先做了我想做的事，这口气老子可咽不下去。下一秒，双脚猛然爆发，眨眼间便来到身前，拳头隐隐泛起恐怖的凌厉，结果突如其来的女王将其一脚踹飞，臭虫滚开！那个男人也是你能碰的吗？被踹的团长身形不断向后退去，没想到精灵族居然也有 S 级的强者。虽然我很疑惑这陌生的家伙为何对我点名道姓，但他头顶的发量卖了肯定很值钱，
而女王却看着我一脸宠溺。你可是我精灵女王看上的男人，怎会允许别人对你出手？而且你身上那股力量不能用来对付他们，而是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，比如说打我的时候。众人露出怪异的表情，但女王是变态的念头却很是一致。而对面的团长早已石化，居然对自己这个猛男不为所动，却偏偏能看上那个淫魔。可女王却直接无视，这里有中天顺一个男人就够了，当即下令将这些外来人赶回老家。话音刚落，众精灵拿起武器蜂拥而至，而杀马特团长也已经急眼，既然这些精灵如此绝情，小的们给我一起上，掳回去一个算一个。杀马特家族红着眼立马上前，双方瞬间打成一片，马上就有很多人受伤。欧若拉也加入战斗，无数蝴蝶向对方攻去，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臭虫坏了我和中天顺的好事，明明都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。女王越说越气，你们犯下的罪行都够下18层地狱了。可团长还在不停的解释，你们一定是被那个男人蛊惑了，只因来迟了一步，待遇就差这么多吗？可女王却懒得再说，只想尽快解决眼前这个臭虫，然后去和中天顺再续前缘。下一秒掌中发出巨大的光柱，可团长却不躲不闪，非要向女王展示自己的实力。接触光球的瞬间，立马被光柱击飞数米才站稳脚跟，而随着自己脑袋的青筋暴起，没想到竟真的拦了下来。本以为能在女神面前炫耀一番，结果精灵女王眼神却充满戏谑，盲目自信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这精灵国最后一位女王却爱上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，可女王不知道的是，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，那个男人早已经离开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杀马特面对女王的挑衅不再留手，单手将巨石轰得漫天飞舞。可女王面对飞来的巨石不屑一顾，身后的魔法阵落下数个能量波，瞬间将眼前的巨石轰成碎渣。而玩过游戏的都知道，魔法师往往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害怕近战，只要突破至身前，魔法师就会毫无抵抗之力。女王对着一击阻挡不及，野猪正拳已经来到眼前，结结实实打在女王腹部，而女王瞬间满脸潮红，口吐鲜血，可下一秒却泛起笑容。原本的女王竟只是替身，这一幕令杀马特面露冷汗，抬头看去时，女王手中权杖已经蓄势待发，嘴中喃喃圣光月轮舞。碰撞的瞬间，光圈外围绕着密密麻麻的皱纹，那杀马特竟直接失去意识。看来即使同为 S 级也是有强弱之分，你只不过刚刚触碰到门槛而已，而我可是 S 级巅峰级强者。杀马特团长倒下以后，女王并没有将盗贼赶尽杀绝，而是给他们5秒钟时间从眼前消失，自己要继续去跟中天顺再续前缘。剩余的盗贼一听，连忙疯狂逃窜。等盗贼们消失的无影无踪时，这才让欧若拉治疗自己的族人。而在月神闪蝶的作用下，族人体内的伤势竟然眨眼间便愈合，并感觉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在体内流淌。可当女王回头看去时，旁边的2人早已经不在。女王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自己的男人不知不觉间竟会突然消失。而在盗贼们回去的路上，此时正商量着如何对精灵族发起第2次进攻，只要把之前抢来的奴隶转手一卖，接着再去黑市上招募一些 S 级的打手，厉兵秣马，卷土重来，一定要让整个精灵族俯首称臣。而此时突然却响起陌生的声音，盗贼就是盗贼，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，精灵女王都答应放你们一马，竟还想着打精灵族的主意，这件事既然因我而起，那也就由我结束吧。可杀马特却一脸不屑，躲在女王身后的虫子竟然也敢这么说话，说着就提着拳头径直向前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巴掌结结实实打在脸上，让你装了吗？你就开始吧。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巴掌，却将杀马特打得天翻地覆，看来是自己大意了。杀马特连忙向后退去几个身位，可他脑中却是已经神志不清，刚刚出手的瞬间自己竟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于是直接将自己的战力拉到最满。可突然一道流光剑影从眼前闪过，还不等他释放大招，我的长剑已经将他的身体划破。杀马特露出不解又悔恨的神色，扑通一声倒在旁边没了气息。剩余的盗贼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，而我眼冒金光，你们这群杂鱼，一起上吧！而我随手将长剑一抛，长剑幻化为流水一般的剑影，所到之处的所有生命全都销声匿迹。长剑穿过在场的所有盗贼，最后稳稳落在自己掌心。而接下来准备带着小狐狸去那盗贼们的基地，顺便把他们的赃款放在兜里净化一下。而在另一边，迷路的吉拉正四处游荡着，刚刚跑得太着急，和大部队走散了。可周围的环境却安静的出奇，此时身旁竟突然出现数只触手，接触皮肤的瞬间竟直接动弹不得，就算想大声呼救也发不出声，身体也被勒得快要喘不过气。而吉拉此时比起恐惧的绝望，更让他委屈的是这羞耻的动作。身后的触手怪此时缓缓显出原形，可怜的吉拉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反抗之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触手怪将自己勒得失去意识。而触手怪看着失去意识的吉拉，才露出丑恶的笑容，下一秒张开大嘴将吉拉完全吞下。能成为自己的养料是你的荣幸，而通过吸收直接进化为触手女态。原本吉拉的身体此时已经变成触手怪，而远在精灵村的女王沿着魔力波动看过去，还以为是中天顺发出的，脑海中想着那妖娆的画面，脸色绯红的再也等不及，立马准备对她展开救援。可欧若拉却建议要做好准备，但心急的女王却顾不了那么多，救自己心爱的男人要紧。旁边的众人也纷纷附和，那个男人绝对不能出事。片刻后便来到事发地点，女王顺着路线四处呼喊，之前的交流还不够过瘾，嚷嚷着要继续再交流一番。
可殊不知身后竟出现数个触手怪，未知的危险已然来临。而当触手缠满女王的身体后，女王却无动于衷。身后的触手怪缓缓出现，都是3阶的触手怪幼体。没想到今日会将人族的精灵女王吃掉，可女王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。这种软趴趴的触手也想制服自己，也太异想天开了。身体释放的闪电让触手怪倍感痛苦，周围的怪物瞬间被电得失去生命。虽然女王对此不屑一顾，可其他精灵却不敌这触手怪，只要被这触手触碰，全身就会被瞬间麻痹，动弹不得，只能任其宰割。